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周雅玲，32岁，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年薪破100万人民币，长得那叫一个标致，身高1.68米，皮肤白皙，留着干练的短发，走路带风。平时穿着精致的职业套装，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那气场连我这个见多识广的丽姐都有点自愧不如。雅玲在事业上很成功，但在感情上却是一片空白，为什么呢？一方面是因为她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深圳那些条件好的男人大多已经成家立业了，剩下的不是眼光太高，就是心态不行，要么就是那种妈宝男，被父母惯坏了，结了婚还要媳妇伺候的像个小皇帝似的。雅玲的闺蜜王梅是台湾人，嫁到了深圳。一次闺蜜聚会上，王梅看雅玲一直单身，就半开玩笑地说，雅玲啊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台湾男人？台湾男人普遍比较温柔体贴，会做家务，也懂得照顾女人的感受。雅玲当时就笑着回应，台湾男人有那么好吗？那你怎么嫁到深圳来了？王梅笑得更灿烂了，我老公是例外啦，他是台湾人里的直男，深圳男人里的暖男，哈哈。不过说真的，台湾男生真的普遍比较会照顾人，尤其是对女生，很多细节都会注意到。就这样，王梅给雅玲介绍了自己表哥的好朋友林之命，说是林之命从小就懂事，现在在台北有自己的一家修车厂，35岁，未婚，性格开朗，为人诚恳。雅玲一听对方是修车的，当场就皱了眉头，修车的？那不是，她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显，修车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怎么可能跟他匹配？王梅看出了雅玲的顾虑，赶紧解释，你别有偏见啊，台湾的修车师傅可不简单，很多都是技术专家，收入也不低，而且志明不只是普通修车工，他还拿过什么技能大赛的奖项，在台北挺有名的。雅玲将信将疑，但在王梅一再保证林之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情况下，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。反正他刚好有个去台湾出差的机会，顺便见一面也无妨。就这样，雅玲去台湾出差的行程安排好了，她会在台北待3天，第2天晚上和林之命见面。出发前，雅玲特意买了一套名牌套装，又做了美甲和发型。虽然她对这次相亲不抱太大希望，但宁可精致的错过，也不要邋遢的错过，是她一贯的态度。到了台北的第1天，雅玲就被台北的城市氛围惊艳到了。台北比她想象中的要现代化得多，街道整洁，市民素质高，处处透露着一种与深圳不同的人文气息。台湾怎么可能会穷呢？雅玲心想，这里的生活品质明显很高啊。第2天晚上，雅玲按约定来到了一家日式料理店，一进门，服务员就热情的招呼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是周小姐吗？林先生已经到了，就在窗边那桌等您呢。雅玲顺着服务员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窗边坐着一个身材健壮的男人，他留着短发，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，看起来非常朴实。这与雅玲想象中的台湾精致男生形象差距有点大。您好，请问是周小姐吗？我是林之命。男人站起来，微笑着伸出手。雅玲注意到他的手很粗糙，掌心有厚厚的茧子，指甲虽然剪得整齐，但边缘还是能看出一些黑色的痕迹，这明显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。您好，我是周雅玲。雅玲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心里却早已经给这次相亲打了差评。两人坐下后，服务员递上菜单，林之命很自然地问，周小姐，您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或者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日本料理？我都可以，你来点吧。雅玲心不在焉地回答。林之命看出了她的情绪，但没说什么，只是点了几道店里的招牌菜。听说您是做科技公司高管的，真了不起。林之命诚恳地说。雅玲点点头，是啊，我在一家 AI 科技公司负责市场拓展。说着，她习惯性地想掏出名片，但又想起这是相亲场合，就作罢了。那您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？林之命问。忙是忙了点，但也习惯了。雅玲淡淡地说，心想，一个修车的能理解我的工作压力吗？好像看穿了雅玲的心思，林之命笑了笑，我知道您可能对我的职业有些顾虑，没关系，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我修车都会有这种反应。
哑铃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实话实说，我确实没想到王梅会给我介绍一位修车的，我以为台湾男生都是那种西装革履的精英类型。林之命不以为忤，台湾社会很多元的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其实我不只是修车，我的店主要做的是改装和维修高档车，收入还是可以的，当然比不上周小姐这样的高管啦。哑铃勉强笑了笑，但心里已经给这次相亲判了死刑。一个修车的，再怎么样能有多大出息？再说了，手上那些老茧和黑印子，看着就让人心生嫌弃。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哑铃的心思早已经飘到九霄云外。他盘算着怎么尽快结束这顿饭，然后找个借口拒绝后续的发展。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电闪雷鸣，一场倾盆大雨毫无预兆地下了起来。哇，下雨了，真突然！林志明惊讶地看着窗外说：“是啊，我看手机上预报今天不会下雨的。”哑铃也愣了一下，台北的天气就是这样，说变就变。林志明笑着说：“您带伞了吗？”哑铃摇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住的酒店就在附近，本来想着散步就回去了。”林之命看了看窗外越下越大的雨，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要不这样，我车就停在附近，等会儿送您回酒店吧。哑铃本想拒绝，但看了看窗外的暴雨，又想到自己的高跟鞋和名贵套装，只好点头答应了。吃完饭，林之明主动买了单，说是台湾男人的待客之道。两人来到餐厅门口，哑铃站在屋檐下，看着外面的大雨，皱起了眉头。您等一下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林之明说完，就冲进了雨中。哑铃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雨幕中，心里不禁有些感动。虽然对这个人没什么兴趣，但他的绅士风度还是值得肯定的。过了大约10分钟，一辆低调的黑色丰田轿车停在了餐厅门口。林之命下车，撑着一把伞跑了过来。车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哑铃接过伞，惊讶地发现这是把全新的伞，标签都还在。这伞是刚买的，我看到对面便利店有卖，就顺便买了一把。林之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我车里有伞，但只有一把，想着送您到酒店门口后，您可能还需要伞。哑铃心中一暖，他没想到一个修车工人居然能想得这么周到，但他很快又提醒自己，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，这个人的条件和自己差距太大了。上车后，哑铃发现车内非常整洁，而且有一种淡淡的香气，不是那种劣质的车载香水味，而是很自然的清香。您的车很干净。哑铃由衷地赞叹道：“谢谢，开车的人最讲究的就是车内环境了。”林之命笑着说：“您住哪家酒店？”哑铃告诉了他酒店名称。林之命点点头：“我知道那里，很不错的酒店。”车子平稳地行驶在雨中的台北街头，两侧的霓虹灯在雨水的折射下显得格外绚丽。哑铃看着窗外的景色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。突然，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从旁边冲了出来，似乎是为了赶时间，冒雨狂奔。林之命迅速踩下刹车，车子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了一下，但很快又稳住了。真危险！哑铃惊叫道。没事，我反应还算快。林之命镇定地说，这天气骑车真的很危险，希望那位小哥能安全送完餐。哑铃注意到林之命的反应确实很迅速，而且他并没有像很多男人那样对闯红灯的外卖员破口大骂，反而是担心对方的安全。这种宽容和体谅的态度，让哑铃对他的印象又好了几分。您在深圳一个人住吗？林之命问道，打破了车内的沉默。是啊，我父母在老家，我一个人在深圳打拼。哑铃回答，一个女孩子在外地打拼不容易，您很勇敢。林之命真诚地说。哑铃笑了笑，都习惯了。你呢？家里有几口人？就我一个人，父母在台南老家，我在台北工作。林之明说，他们一直催我结婚，说是想抱孙子，但我觉得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要找就找个真心相爱的，不然结了婚对谁都不公平。哑铃点点头，对这种观点还是比较认同的。到了，您的酒店到了。林之命停下车，指着前方说。哑铃抬头一看，确实是他住的那家酒店。谢谢你，雨这么大还送我回来，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林之命微笑着说，雨还挺大的，我送您到门口吧。不等哑铃回答，他就下车绕到另一侧，撑起了另一把伞，为哑铃打开了车门。
哑铃被这种周到的服务弄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在深圳的相亲中，很少有男人能做到这一点，大多数人都是高高在上，摆出一副我很忙，能见你已经很给面子了的姿态。两人一起走到酒店门口，林之命并没有要进去的意思，只是站在外面说，今天很高兴认识您，希望您在台北的日子愉快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哑铃本想说点客套话就结束这段关系，但看着眼前这个被雨水打湿了半边身子的男人，他突然有些不忍心，要不你进来坐一会儿，等雨小一点再走。林之明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习惯开车在雨中行驶，您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工作吧。哑铃点点头，是的，明天上午有个会议，那就更应该早点休息了。林之明笑着说，祝您会议顺利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向自己的车。哑铃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莫名有些失落。他本想直接回绝后续发展的，但现在却有些犹豫了。回到房间，哑铃洗漱完毕，躺在床上玩手机。突然，他收到了王梅的微信，怎么样？见到志明了吗？感觉如何？哑铃想了想，回复道，见到了，感觉还行吧，但他真的只是个修车的。王梅很快回复，是啊，真的是修车的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小作坊，他是专门改装和维修高档车的技师，在台北有一定名气呢。他的客户都是些有钱人，收入也不低的。哑铃若有所思，哦，难怪他的车那么干净，开车技术也很好。那你们聊得怎么样？还有后续吗？王梅追问。哑铃犹豫了一下，还行吧，但感觉不是我的菜。哎呀，才见一面就下结论，太早了。王梅说，我听表哥说，志明人品特别好，在台北人缘特别好，很多人都愿意找他修车，就因为他诚实可靠。这种男人现在可不多了。哑铃叹了口气，但我们的世界差距太大了，他能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吗？你该不会是嫌人家是蓝领工人吧？王梅直截了当地问。哑铃沉默了，因为王梅说中了他的心思。哑铃啊，现在这年头，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人品，是责任心。你看看现在那些所谓的精英，有几个是靠谱的？志明这样的男人，踏实肯干，待人真诚，多好啊！王梅继续劝说。哑铃半开玩笑的回复，行了行了，你别给我上政治课了，我明天还有一天时间在台北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放下手机，哑铃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今晚的经历。虽然林之明的职业和自己期望的差距很大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的确是个有修养、懂礼貌的人。尤其是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，他的体贴和周到确实让人感动。要不明天离开台北前再见他一面。哑铃心想，反正也是最后一面了，就当是礼貌性的告别吧。想着想着，哑铃渐渐进入了梦乡。梦里他又看到了那个在雨中为他撑伞的身影。第二天清晨，哑铃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，他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，听筒那边传来同事急促的声音，哑铃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早打扰你，但我们今天的客户突然要求提前会面，说想在早上9点就见面，而不是原定的下午2点，你能赶得过来吗？哑铃一看时间，才早上6点半，能赶上，我8点半前一定到。他迅速回应道。挂了电话，哑铃赶紧起床梳洗。就在他准备出门时，突然想起今天天气预报可能有雨，而昨天那把林之命给他买的伞还放在酒店房间里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伞带上了，反正就在台北，用得着伞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哑铃自我安慰道。哑铃匆忙赶到会场，会议进行得很顺利，但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。等结束后，他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。哑铃，我请你吃个午饭吧，犒劳你今天的辛苦。客户代表殷勤地说。哑铃礼貌地婉拒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午还有些私事要处理，改天吧。走出会场，哑铃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1点了。他突然想起昨晚自己的决定，要在离开台北前再见林之命一面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掏出手机，给林之明发了条微信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下午3点的飞机回深圳，想在离开前跟你道个别。信息发出去后，哑铃心里有点忐忑，会不会太唐突了？他会不会已经对自己没兴趣了？没想到林之命几乎是秒回，有空。
你在哪里？我过来接你吧。哑铃报了自己的位置，不到20分钟，林之命就开车赶到了。看到他，哑铃不禁有些惊讶。今天的林之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外搭一件灰色休闲西装，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，比昨天要精神多了。你今天不用工作吗？哑铃忍不住问道。林之命笑了笑，我是老板，时间比较自由。再说了，今天店里没什么特别的预约，我让徒弟看着就行。听到老板2字，哑铃微微一怔。昨天他一直以为林之命只是个普通的修车工人，没想到他居然是店主。那个，我想去你的店看看，可以吗？哑铃鬼使神差地说出了这句话。林之明似乎有些意外，但很快就爽快地答应了，当然可以。不过我的店可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个普通的修车厂而已。车子驶向台北市郊，大约半小时后，停在了一家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店面前。店门口挂着志成汽车修理厂的牌子，门口停着几辆车，其中有2辆是哑铃认出的高档车型。这是你的店？哑铃惊讶地问道。是啊，不大，但五脏俱全。林之命带着哑铃走进店内，走进车间，哑铃才发现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，而且设备相当先进。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正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，看到林之命进来，都热情地打招呼，老板好。这是我们店的几个技师，都是从技校毕业的高材生。林之命骄傲地介绍道。阿德，你过来一下。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，林之命介绍道，这是我的首席技师，也是我的学弟，他在全台湾的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上拿过冠军呢。年轻人有些腼腆的点点头。您好，我是陈德明。你好，哑铃礼貌的回应，心里却在想，原来林之命在行业内这么有地位啊。老板，陈总的那辆保时捷已经调试好了，下午他会来取车。阿德汇报道。好的，我一会儿检查一下。林之命点点头，然后对哑铃说，我们店主要做高档车的维修和改装，客户大多是一些企业家和富二代。哑铃这才明白，为什么林之命虽然是修车的，但气质和谈吐却不像普通工人。原来他是这样一家高端修车厂的老板。接下来，林之明带哑铃参观了整个店面，包括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但整洁有序，墙上挂着各种证书和奖状，其中有几张还是林之命亲自参加比赛获得的。你居然得过这么多奖？哑铃惊讶地问道。都是些小奖项了，在行业内部有点名气，但出了这个圈子就没人知道了。林之命谦虚地说。哑铃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对林之命的偏见有多么肤浅，虽然他的职业是修车，但他却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佼佼者。在台湾这样一个注重专业技能的社会里，这样的人才受到的尊重一点不比他这个科技公司高管少。我今天本来约了几个朋友去阳明山喝下午茶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林之命邀请道，那里的风景很不错，而且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。哑铃看了看时间，还有2个小时才需要去机场，于是点头答应了。车子驶上阳明山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。车窗外，台北市的全景逐渐展现在眼前，高楼大厦、繁华街区、宽阔的道路，还有远处的台北101，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城市画卷。台北真美，哑铃不禁感叹道。是啊，台北确实是座美丽的城市。林之命自豪地说，虽然比不上深圳那么现代化，但它有自己独特的韵味。不，台北一点都不比深圳差。哑铃真诚地说，这里的人文气息更浓厚，生活节奏也更舒适。林之明笑了笑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深圳年轻有活力，台北则更沉稳一些。就像我们两岸的年轻人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能有些不同，但本质上都是华人，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。哑铃点点头，被林之命的见解所打动，来到一家山顶咖啡厅。林之命向哑铃介绍了几位朋友，有开餐厅的，有做设计的，还有一位是大学教授。哑铃惊讶地发现，这些人虽然职业各异，但都非常尊重林之命，甚至有人开玩笑说，如果不是志明帮忙，我的车早就报废了。交谈中，哑铃了解到，林之明不仅是个技术好的修车师傅，还热心公益，经常免费为社区老人和低收入家庭维修车辆。他的店还与当地技校合作，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。我们台湾社会一直很注重工匠精神，
林志明的教授朋友解释道，像志明这样的技术人才，在台湾受到很高的尊重，他们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和服务，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头衔。哑铃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在大陆，很多人追求的是金融、房地产、互联网这些高大上的行业，而对技术工人往往存在偏见。但在台湾，工匠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发扬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水准。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没能上大学，林之命坦率地说，但我很幸运，遇到了一位好师傅，让我学到了真本事。现在我有自己的店，收入稳定，还能帮助更多的人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哑铃看着眼前这个质朴而自信的男人，心中泛起一阵涟漪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哑铃该去机场的时候。林之命坚持要送他去机场，哑铃也没有拒绝。车子驶向桃园机场的路上，两人聊着这2天的经历和感受。哑铃坦率地说出了自己最初对林之命职业的偏见，以及现在的改观。其实我能理解，林之命宽容地说，在大陆，可能修车工人的社会地位确实不高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和为社会创造的价值，而不仅仅是他的职位和学历。哑铃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这次来台湾，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。谢谢你的款待和理解。不用客气，能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林之命真诚地说。就在他们快到机场时，天空突然又下起了大雨，比昨天晚上的雨势还要大。又下雨了，哑铃惊叹道，台北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啊。是啊，就跟人的心情一样，说变就变。林之明笑着说，突然，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喇叭声，一辆大货车在雨中失控，横在了路中央。小心！哑铃惊叫道。林之命反应极快，一个漂亮的转向，避开了那辆失控的货车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辆摩托车从侧面冲了出来，眼看就要撞上他们的车。林之命毫不犹豫地打方向盘，把车开向路边的护栏。砰的一声，车子撞上了护栏，但成功避开了那辆摩托车。你没事吧？林之命紧张地问道，伸手去检查哑铃是否受伤。哑铃惊魂未定，但感觉自己没有受伤。我没事，你呢？我也没事。林之命松了口气，但随即皱起眉头。不过车子撞坏了，估计短时间内开不了了。哑铃看了看时间，离飞机起飞只有1个半小时了，怎么办？我还要赶飞机呢。林之命二话不说，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阿德，我在高速公路上出了点小事故，车子撞坏了，我现在需要你立刻开车过来接我们，送一位女士去机场，越快越好。挂了电话，林之命安慰哑铃，别担心，我徒弟马上就来，一定能赶上你的飞机。哑铃这才稍稍放心，他注意到林之命的额头上有一道细小的伤口，可能是在紧急刹车时撞到了方向盘。你受伤了？哑铃心疼地说。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林之命不在意地摆摆手。哑铃从包里拿出纸巾，轻轻地为林之命擦拭伤口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一时间车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谢谢你又一次在雨中救了我，哑铃轻声说道。林之命笑了笑，这次应该说是我连累了你。如果不是我开车送你，你可能已经坐上了接机的专车。不，如果不是你反应这么快，我们可能已经撞上那辆货车了。哑铃坚定地说。大约20分钟后，阿德开着一辆车赶到了现场，看到老板受伤，他非常着急。但林之命摆摆手，表示没事，让他赶紧送哑铃去机场。你不一起去吗？哑铃问道。我得留下来处理这里的事情，警察马上就到，还有保险公司的人也要来。林志明说，你先去赶飞机吧，别耽误了行程。哑铃犹豫了一下，但看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。那我走了，哑铃不舍地说。路上小心，到了深圳给我发个消息。林之命笑着说。哑铃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什么，从包里拿出了那把林之命昨天给他买的伞。这把伞我带在身上了，本来想还给你的。林之命摇摇头，留着吧，就当是我送你的小礼物。以后下雨天看到这把伞，也许你会想起台北的这场雨，想起我们的相遇。哑铃的眼眶微微湿润，她郑重地收下了伞，然后跟着阿德上了车。
车子驶离事故现场，哑铃透过后窗看到林之命站在雨中向他挥手告别，那一刻他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一个愿意在暴雨中为他撑伞的男人，一个在危险时刻宁愿自己受伤也要保护他的男人，一个在事业上兢兢业业对朋友真诚相待的男人，这样的人难道仅仅因为职业而被轻视吗？到了机场，哑铃匆匆办理了登机手续，在候机时他给王梅发了条信息，我觉得林之明这个人其实还不错。王梅秒回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发展一下？哑铃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，可是我们隔着一个海峡啊，海峡算什么？现在两岸交通这么方便，1个小时的航程而已。王梅安慰道，而且你不是说最近公司要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吗？说不定你以后要常来台北呢。哑铃心中一动，是啊，公司确实计划在台北设立分公司，而且自己很有可能被派过来负责筹建工作。机场广播响起登机通知，哑铃匆匆登上了飞往深圳的航班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他看着窗外的台北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不舍。飞机起飞后，哑铃收到了林之明的微信，车子的事已经处理好了，伤口也包扎好了，别担心，祝你一路平安，欢迎下次再来台北。哑铃回复，谢谢你这2天的照顾，尤其是今天为了避免事故而不惜撞坏自己的车，我很感动。其实我可能很快就会再来台北，公司要在这边设立分公司，我可能会负责这个项目。林之命很快回复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到时候我可以带你去台北更多好玩的地方。哑铃笑了笑，回复道，好啊，到时候请你吃饭，感谢你在雨中2次救了我。林之明发来一个笑脸表情，严重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看着聊天记录，哑铃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台湾修车工人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，而是因为他那颗真诚、善良、勇敢的心。飞机降落在深圳宝安机场，哑铃走出机舱，深圳的阳光明媚照耀着他。他拿出手机给林之命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到深圳了，一切顺利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期待下次见面。